经过了漫长近1个月的时间，时钟多元宇宙设计终于来了，时长足足21分钟。这集充满了神仙斗法尔虞我诈，双笔大战正式开打。女团的铅笔大招启动，手持点对比牌反泰坦，铅笔阵营的实力竟还有所保留。泰坦们集合，整装待发。他们将按照铅笔的计划，利用剩下的资源孤注一掷，发起反击。巅峰赛打响，3顶级时钟正面较量。未来时钟竟不是时钟力量的源泉，仅是邪恶时钟的一部分，这简直非常疯狂。监控战机护航铅笔直升机抵达老机战车，传送门打开，泰坦到。女团的铅笔再度画画 ，N 个泰坦齐出，大战一触即发。Hey guys，peace嘛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等待了这么久，终于看到了时钟宇宙第2场的剧集的发布。第1场是39集的32分钟。由于本集的时长太长，迫于篇幅和精力有限，我将对本集的内容拆分来说，分为3个部分来分别讲述3大情节，并在过程中减少废话，细节上有详有略，过于直观的内容不再过多阐述，请跟上我的步伐，与我一起重新回顾本集，为尽可的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，看清简介。视频内容难保有受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，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。前情回顾直接省略，开篇就是一堆克隆机正在巡逻，女团的铅笔后翻滚入境，停下来后立刻发射肩部铅笔飞弹，接着就是点对比牌反泰坦出现。从开篇的克隆队巡逻和贴切41集情节后续可以得知，这个故事应该是发生在监控基地毁灭之前。此时的老机战车应该还在不远处，而点对比之所以可以操控反泰坦在这里，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控制自己的本体和反泰坦。这点在上个特辑中说过了，就不重复了。我们继续，反泰坦纵身一跃，掏出泰坦监控脉冲炮射击，这是他的能力之一，可以复制武器充实自己的攻击手段。女泰坦铅笔张开此前曾应对他的钻头使用过的网状屏障，挡住了这一击。随后反泰坦落下，左手换货为动能锤，猛地向女泰坦的铅笔砸去，但他内心毫无不安，心如止水。侧身一闪的同时，铅笔突刺拔地而起，一击中地，直接击穿。但我们都知道反泰坦的躯体异常强大，自带自愈的被动技能，曾经还给他的电视、他的监控打了不少麻烦。女泰坦铅笔自然也不会不知道，顿时飞身而起，气场展开，4根巨大的铅笔头瞄准反泰坦。见状，反泰坦身形一闪，2步当4步，极致身法悉数闪避了到来的铅笔头，在脚尖点地，纵身一甩，尾巴伸出缠绕，随后将女泰的铅笔扔在了地上，打断了远程输出。反泰坦将要触发斩杀动画，由于尾巴依然在按着女泰的铅笔，无法动弹，他打算左手幻化橡皮擦来应对这一击，但这个需要时间，加之反泰坦没给他机会，右手幻化着他的电视武器斩断了橡皮擦，导致幻化失败。见身拳在握，低鸣一声，反泰坦举刀逼近，却迟迟不出手，似是嘲弄，似是在炫耀自己的强大。我想比起击杀，他更想要征服女铅笔泰坦，但他将会错失这最近的一步。女泰的铅笔核心开始旋转，这次反泰坦闪避不及，硬吃了这一击。趁此空隙下，女泰的铅笔得以脱离魔掌，随后就是你一下我一下回合制攻击。战斗的最终奥义永远是近身肉搏。女泰的铅笔节节后退，屏障破裂，不过在破裂后，他快速幻化出了橡皮擦，快速一划，最终卸掉了反泰坦的动能锤，在后撤步退开，拉扯距离。虽说动能锤没了，但反泰坦本身就拥有极强的战胜能力，加之操控者也是同属铅笔阵营的点对比，所以这个能力只会更强而不会减弱。他很快便再度幻化，一壶的画瓢橡皮擦也出现在了他的手中。退开的女泰的铅笔再度展开气场，背后依次出现了2根巨大的铅笔头、2架战机和4枚飞弹。虽说有点穿模，但不影响观看。大手一挥，悉数朝着目标疾驰而去。反泰坦意识不惧扬叉而上，这些到来的飞行物终是被橡皮擦克制，难免被敏捷属性点满的反泰坦抹出的后果。双方本质上隶属同个阵营，能力上也大同小异，哪怕残损也能通过自身的能力再度修复。一时间打的是有来有回，难分伯仲。但反泰坦有个惊人的复制能力，他拥有更多元化的攻击手段，这不，他的钻头的飞索攻击也给用上了，成功控住了女泰的铅笔。但反泰坦没有趁势触发尾炮斩杀动画，反而是怜香惜玉般的开始游说起来。这点 Dom 在之前已经透露过，点对比会尝试说服女铅笔泰坦的加入，现在得到了证实。虽说如此，但点对比怕是又要错过最佳的斩杀线了。俗话说反派死于话多，在这个斩线的另
漓尽致。反特特上来就问候他的铝铅笔看起来不一样了 Gassy， 随后将铝特的铅笔丢在了地上。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铝特的铅笔的名字应该是 Gassy， 但也不排除是笔名。之前的删减片段中曾提到过笔友，用的是系，说明是个女性单位，而铅笔正影幕上好像就铝特的铅笔一个符合，且这个名字似乎没有对外熟知，所以这里 C 喷一开口就被铝特的铅笔认出。这样来想的话，就有这样的可能。接下来就是对话交流 ，C 喷承认了自己是 C 喷，或者说也不是，而是周围的反特特的实际操控者，真正的本体在别的地方。得知了这个消息的铝特的铅笔站起身来，并表示他从首席铅笔得知了 C 喷都干了些什么。当然，铝特的铅笔并不相信 C 喷会真的伤害那些无辜的孩子。从这点可以看出，之前的点都比应该是个不错的人，这才给了铝特的铅笔这样的感觉，一度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的发生。试想一下，一个与你知无不言的网友，他非常关心你，渐渐的便成为了你另一种的精神寄托。这一度让我回去个10几年前跟网友聊天的日子，纯洁无比，十分的美好，真的是无话不谈的与分享。这也会间接的常常想着对面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而这种幻想往往都是往好处想。一个能与你聊得来的人的形象在自己的心中往往是高大的，如果说有另一个人说他的不好，你肯定就难以相信，除非亲眼所见。那我想放在女探的铅笔这里也是如此，他肯定是难以接受的。对于女探的铅笔提出的质疑 ，C 喷没有正面回答，称这是个有趣的话题，但暂时还不想谈论这个。当然不想，因为你触碰了逆鳞，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知道伤害孩子是个什么行为，视为人道所不容。假设 C 喷只是谈论这个话题，那无疑会让女探的铅笔愤怒，从而影响 C 喷准备收服的计划。所以这里他只字不提，而是调转了话题。C 喷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尝试说服他的父亲，但结果令他失望。他表示首席铅笔无法理解他，但女探的铅笔不同，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点。如果说共同，我想可能是身为笔友的双方有些共情的话题，就像 C 喷所说的，你懂我，我也懂你，他们相互理解。C 喷觉得女探的铅笔在这点上也会理解他，但是注意看，在 C 喷说出这句话时，女探的铅笔在后退。我想这个曾经在他眼中的笔友，此刻的形象已经骤然崩塌。对于 C 喷这样的改变，肉眼可见的女探的铅笔心理防线破损了，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。但 C 喷一样还在尝试说服他，希望女探的铅笔能够加入，并灌输着 C 喷自己认为的强者法则，那就是一起来证明弱者如何超越强者。但女探的铅笔显然崩溃了，连言制止 C 喷继续说下去，称其是个叛徒。随后气场展开，背后涌现数把武器以及他的钻头，不过从其纹路来看，显然是画出来的，而不是真的他的钻头来了。贝克的大手快速挥出，拿捏了反泰坦。女探的铅笔心随意动，手势控制着大手将反泰坦撕碎。这股惊人的力量为什么不早用？难道这就是女探的铅笔的狂暴模式？不想来看，有这样的可能。之前曾透露过女探的铅笔拥有这项能力，现在来看的话，8成是这个。显著的战力提升，反泰坦仿佛成为了掌中玩物，很快便在各种武器的攻击和拳头中失去作战能力。最后嘴炮洗礼，这股惊人的威势，滚烫的大火收之，反泰坦成为了破铜烂铁。不知道反泰坦还能不能再打个复活赛？毕竟其强大的再生能力简直是个 bug， 仅是个壳子都能变成一个完整的，而且还有个小蜘蛛的伏笔，且看后续了。总的来说，女探的铅笔这个强大能力的获得也有一定的副作用。从一开始使用到结束期间，她的头部铅笔头在持续破裂，在事后也有着力竭的表现，显然是透支了，也不太持久。这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，待会儿我们就能知道。另外，如果看了细致的话，相信一些人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这部分情节是参考了差错传说，可以自己对比一下。这不能说一致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可能家们也很喜欢这部动画。我们继续，女探的铅笔法力将要失足，这时黑暗暴气声传来，他的电视一把薅住，但正直的他的电视并没有开口说需要帮助吗，女士，而是说需要卷笔刀吗？ Get！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王者注定是孤独的吧。很快，他的电视将女探的铅笔传送到了另一个地方，并告诫其多喝热水，好吧，是恢复一下状态。随后看向了一个方向，前方啥也没有，但很快一圈绿光涌现，巨大的建筑群显现。从其绿色主题色以及房顶的铅笔碑来看，应该是铅笔基地。原来铅笔基地在外界是不可见的，算是贯彻了从一开始的隐身伏笔。确认无误后，他的电视传送离开了。随后镜头拉近瞭望塔，两个铅笔人和黄袖电视小哥，不过他手里拿着的像是地摊钻成的同款钻探工具，不知意义何为。黄袖电视很快将其传送去了某处。
我想兴许大聪明又要开始聪明了。铝碳的铅笔近前，首席铅笔操控者开始画画维修，同时开始与之对话。首席铅笔说道：“你做过头了，你差点人没了。”铝碳的铅笔回复：“考虑到目前的现状，我不认为我们能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生存下去。”首席铅笔继续表示，铝碳的铅笔在那里不是唯一一个泰坦。但说到风险时，首席铅笔支支吾吾。很明显，首席铅笔不是在指责铝碳的铅笔的行为，而是担心他们似乎有所保留，应该是在说铝碳的铅笔不该贸然使用先前这样的能力，其中存在巨大的风险。铝碳的铅笔不是这里唯一的泰坦，对付 C 喷应该可以交给其他泰坦解决，而不是过早的拿出底牌或是铅笔阵营的求生底气。之所以有所保留，从他们接下来的对话中就能知道了。此时镜头转向了一个发电站式的建筑物。说到发电站，这地方整体设施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发电站，难道不是基地？不得而知。与其说发电的，不如说发墨水的。很快，数个铅笔直升机飞出，这些飞机机体下方都带有一个罐子，一共6个，很快便与铝碳的铅笔的6根机械臂完成对接，而这些罐子将在本集后面发挥重要作用。届时再说。我们现在再回到二者的对话，铝碳铅笔询问首席铅笔是否确定这样做。从先前的对话中似乎没有明确要怎么做，那确定从何而来？那这个问题应该说的是这些罐子了，所以应该是确定现在要使用这些东西吗？答案显然是的。首席铅笔表示 C 喷的行为真是让人开了眼了，所以从现在开始将不再退缩，同时要竭尽所能战斗下去。但有一个注意的点，那就是为了这场战斗而放弃资源是首席铅笔的决定。至于为什么这么说，我想首席铅笔是想为铝碳的铅笔分担压力。假如说日后因为资源的问题产生连锁反应，那么追究责任的源头就是首席铅笔了，与铝泰坦铅笔无关。感觉有点中二，但有被感动到。退一步讲，如果真出事儿的话，谁敢怪到你头上，都是你捏出来的。我也相信大部分铅笔人愿意为他去送，所以说这个话题没什么意义，但至少明确了首席铅笔是真的想要参与进去的，在存亡问题上的观点永远是永不妥协。那么之前特辑提到的 B 计划或许就是这个了。我想这些底牌是准备拿来对付外星势力的，但现在老纪实在刚不过了，必须利用所有资源无所保留的去全力对抗，不然可能还没等到外星阵营降临就提前出局，事情已经超出了预估，不得不如此，不然无法生存下去。首席铅笔继续对铝碳的铅笔表示可以榨干这些资源里的每一个原子，但别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。首席铅笔不想失去铝碳的铅笔。铝碳的铅笔说道 ：“C 喷这样做并不是首席铅笔的责任，相反，也不是铝碳的铅笔。”随后寂静无声。无论如何 ，C 喷是首席铅笔创造，他自己多少是有一些内疚的，但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决定一种因素的往往是多方面的原因，具体看怎么认为。